哎，大家好，大家好。各位不管在哪个时区的吧，中午好，下午好，上午好，凌晨好，还有晚上好。对，对啊，准时啊，中午又去吃萨莉亚了。萨莉亚物美价廉呀，真的。萨莉亚是我在大阪吃过的最正宗的意大利菜，虽然我没去过意大利。我们两个人吃了，就吃的特别特别撑，花了120多块人民币。呵呵，在大阪呀，春节回。今天早晨去探路了，一会儿等人多一点的时候，跟大家聊聊大阪马拉松的路线。他官方昨天早晨发了一个路线的探路图，好吗？哎，为什么我这个弹幕不更新了？大家好，大家好。哎，老哥好。哎，感谢小花花。哦，对啊，我看那个他们说吴向东要来跑大阪，那看人家能不能看能不能偶遇了呀，对吧？偶遇能不能同框一下，是不是？才开播，对，刚刚开播，我们等等人，跟大家聊聊这2个周期的训练，好不好？给大家看看这2个周期的训练。目前345的水平是配速345还是马拉松345啊？下周来大阪旅游可以一起晨跑吗？可以啊，我就每天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在大阪城，跟大家分享分享上个周期的训练。咱们以后就这样，直播就固定节奏。上个周期是21号、20号、19号和18号，也就是从18号开始看看啊。18号第一天跑了一个30公里，第二天跑了21公里，下午跑了4公里。第三天呢，就是周三早晨的强度课，7公里热身之后是3-2-1，然后6公里冷身。之后最后一天是上午一个21公里，下午一个4公里。这是上个周期的4天的训练。之后昨天休息日早上起来慢跑了7公里。之后今天早晨就是34公里去探的路，片子应该大家有的应该已经看了，有的小伙伴可能还没看。箱根周边都断货了，这个其实说实话啊，我不是一个箱根的大粉丝，就甚至我不是就是马拉松明星的大粉丝。Park Run 对速度耐力乳酸有提升嘛？5公里其实提升不大的。Park Run 就是为什么后来我去的少了呢？因为我觉得保持训练节奏很重要，并不是说那个不好，就是对我来说可能不合适了。他如果是个10公里的比赛，可能还好一些。有过拉伤的体验，有小伙伴问有过拉伤的体验吗？有过，大肌肉群、小肌肉群都有拉伤的体验。最厉害的一次赶地铁，就北京那个地铁月台上都是那个柱子，对吧？哎，车来了，我从那个楼梯上就往下跑，往车那儿冲，然后刚从月台边上跑过去，月台那边闪出一个人，我一个急停，2个大腿的前侧的肌肉全都拉伤了，歇了1个礼拜。冬天为什么跑不快？7K 前配速起不来，很正常啊。北京，我北京12、3公里之前都跑不快。
月跑量280，下周半马目标130，要减量吗？半马基本上不用刻意的减量，您就周4、周5、周63天把量减下来就好了。刚才那位说偶遇的好啊，30、31号早晨来偶遇我可以啊，1号我就去东京了，准备出门长距离，祝您顺利。验跑了是该躺着心安理得吗？看您要什么，你要成绩的话就不能躺着。但是呢，一方面又觉得自己该跑，一方面又不想跑的话，确实情绪会比较低落。这个时候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直穿碳板。我很少有 LSD， 真心的，就是我最多就是慢跑，慢跑的时候不长，21公里。像今天，抱歉啊，像今天探路那个平均配速不快，但是是因为我停了好几次，得停下来看看地图什么的。因为戴2双手套，最外层那手套操作触控屏不太行，一停下来就得摘手套，一停下来就得摘手套，我就干脆我就停下来弄，我也没停表。我其实啊，说实话，对于大多数跑者来说，我觉得 LSD 的意义不大。这一会儿咱们聊。台北马拉松310，明年东京啊，台北马拉松320。抱歉啊，今天开播之前喝水呛了一下。台北马拉松320，东京310有机会吗？有机会，有机会。台北刚跑完嘛，明年我去跑台北马拉松，因为我知道了直通的标准，我能直通的，所以明年确定的一项赛事就是台北马拉松，明年下半年有一起跑的可以到时候见。我至今就记忆犹新的看，好像是2017年 Nike 黑马的那部纪录片，就是讲 Nike 的黑马训练队，就是台北的要备战台北马拉松的那个过程，真的心潮澎湃。看完以后，高原训练其实我没有经验，我只是说想试试，我并不认为对普通人来说真的有那么大的意义。30K 自测2小时38，下周首马能跑多少？下周我不知道2小时38的配速是多少。如果您真的全力以赴了30公里的自测，并且正常补给了的话，就按这个配速跑首马呗。感受到的突破都是10K 和半马赛后，应该多以赛代练吗？不要吧，我觉得以赛代练其实对普通人来说，有利有弊。就是如果您平常的训练做不到那么对自己那么狠，那以赛代练可以，否则的话还是一个规律的训练更好。个人建议啊，个人建议。超长跑对心脏压力没有压力，小伙就是我不知道您的性别啊，抱歉我就叫小伙了。就是好些人说，咱们可以聊聊这话题。好些人说跑步对这儿有伤害，对那儿有伤害的。就是你干什么其实都有伤害，你吃超过60度的东西，对食道还有伤害，增加食道癌的风险呢，对不对？你看到的那些跑步造成心脏出现不可逆的问题的，那都是绝对少数。那个说实话，比您在工厂里上班造成的一些叫什么工伤的几率都低得多得多得多。而且人家那个造成伤害的量和强度不是你能比的，真的不是你能比的，真心的。您要是能做到那个程度，您就不来这个问这个问题了。他做到这个程度，出现这个问题，其实我内心认为他是知道会有这个风险的。就像运动员有的那些，比如环法也好，什么也好，用兴奋剂一样，或者那些健美健体，有的人用科技一样，他其实知道后果，但是他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可能做不到那么的规矩。就是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的，您如果还能问这些问题，您就肯定没有问题，您相信我好吗？Stride 坏了，不是高驰的锅？我昨天问了高驰的小伙伴，他们正在联系，Stride 故障了。
您就直接从高驰那边下载那个.fit 到 Stride 那边传就好了。这两天是坏了，好像从前天早上就坏了。所以什么跑步的损伤啊，包括膝盖呀，包括是不是跑完以后最后心肌就肥大了呀，这些都不在您的考虑范围内，真心的就不在咱们这些人的考虑范围内。我这个月不出意外的话，600多公里了，也不完全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啊，大阪作为目标赛事，是的，明年的目标赛事第一场就是明年的大阪全程马拉松。不做力量训练有影响吗？您看我的这个身体状态，如果您是我这种身体状态的话，其实没有影响。但是有些小伙伴我也认识就是人各有姿态嘛。有的人就是，比方说他天生就是那种瘦弱的形态，就比方像咱们说这人水蛇腰或者怎么着，我不知道南方小伙伴是不是这么说啊，就跟马杆似的，就是这种体态的人要做力量训练。大部分就是您如果吃完饭以后多吃以后是微胖那种魁梧身材，想跑步的话不做力量训练也没有太大的问题。用鼻呼吸还是用嘴呼吸比较好？用口鼻呼吸一起呼吸比较好，哈哈。而且您看，有的日本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这儿会贴那个治鼻炎的那种贴，他那贴是它有一个劲儿，把你这鼻子这么扩张一下，让你通气还能更好。就是口鼻呼吸，一定要口鼻呼吸。大体重跑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买一双缓震的鞋，坚持下来，坚持3个月，您就不是大体重跑者了，是不是？我是说大实话，是不是？我夏天一般穿半弹，Nike 的半弹，像轻功的短裤吧，我觉得有点厚。菲比特那我也真心话，我也觉得有点厚。夏天我穿的就是 Nike 最薄那种半弹。天气干燥，喉咙痛怎么办？那跑完以后喝水呗，是不是？就是马拉松训练这事儿啊，我是这么理解的：马拉松训练就是变着花样的让自己吃苦。如果你在训练中体会不到吃苦和难受，无论是哪个方面，对马拉松的帮助就会打折扣。马拉松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科学的跑步，在42公里内多跑多快，而是一个全方位的让自己经受苦难的过程。如果自己经受了好多苦难，最后挺过来了，你在赛场上才能所向披靡。否则的话呢，可能就不一定真的行，不一定真的行，真心话。东京马拉松没中签的话，您只能看看旅行社了，或者慈善名额，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可能会有。在国内可能有这种办法的人比较多，因为明年东京吉普乔格要去嘛，对吧？好，哈桑也要去。法藤环或者法藤贴是不是很火？是这边会挺火的。感冒喉咙痛，您会训练吗？我感冒只要不发烧，不被动的咳的不行的话，我就会训练，但是就会减强度。中学生如何提高3K、5K？中学生就多跑间歇。您既然是中学生，您肯定有操场的条件，400米一圈就是400米一个，休息1分钟到1分半。您的训练课表就是先慢跑3公里，之后呢，或者您这3公里便是从慢到快的加速跑，加到什么程度呢？加到最后的1公里是您的阈值配速，之后呢可以跑10个到15个400米，全力以赴，一般10个就可以，很快成绩就提高了。时间有限的话，腿部和核心是不是优先核心？是的。东京马拉松慈善名额和旅行社都问了，没有了，那就真的没办法了。别说您了，就是我们这边跑团里有小伙伴是那个 One Tokyo 的最高级会员，有的都没拿到名额。这边没有黄牛类的渠道，这边不太可能有这种事情。心率降不下来，就只能多跑，你跑几年就降下来了，真的没办法。马拉松一个是让自己吃苦，一个是变着花样让自己吃大苦，还有一个就是要让自己在更长的时间内吃苦。就像我说，很多人的成绩，你们就看大河原先生，他跑了10年有余，11年，
它就很稳定，就耐力就没有问题，不掉速。然后呢，也有小伙伴你们看跑的能力特别好，身材也跑得特别好，速度也特别好，可能半马能有特别好的成绩，但一到全马就不行。一问怎么回事啊？才跑了3年4年，就是这样的，没办法。一比赛就岔气儿，是速度快了吗？是热身的问题和起跑快了。起跑快了不是问题，因为起跑不能慢。你们这么想这个事儿，今天我跑那个坡，我觉得那个坡在比赛中会浪费我20秒，20秒就很可观了。就是你马拉松比赛第1公里最多比您的目标配速慢30秒，再慢你就追不回来了。所以起跑一定要快，想起跑快怎么办呢？就是赛前得热身。你们看吴向东那是哪个马呀？广马之前那个热身那个强度，你们知道那强度热身就完全没问题。佛哥，您跑20公里需要中途休息几分钟吗？不需要。现在我们 B 站的直播间有1200人在了，我们一会儿聊聊大阪马拉松吧。有多少小伙伴明年要来跑大阪马拉松啊？有的可以弹幕一波，我大概想看一下。柏林在您心中6大满贯排第几？我觉得美国的3场赛事是前3名，之后是伦敦，之后是柏林，之后是东京。我跑京都，京都我一直没明白它这个城市的大小，那个赛道，我觉得大阪都太小了，赛道规划好难呀。没有人来明年跑大阪吗？有一位说举手，看到了啊。博哥，我怕遇不到，下周能否5:30在起点等您？有点早吧？我5:30出门，我到大阪城，就我们每次训练那条路上的时候，大概是6点左右，6点到7点之间，在那条路上，我会在那条路上折返。哦，明天还有比赛啊，黄埔，我都不知道这周末还能有比赛，只报了东京没中签，大阪好中。可能都等着下周无锡报名呢。无锡能直通的，但是我应该时间上不允许。国内的大多数比赛，您跑进3小时基本都能直通。跑者力量训练单腿硬拉不稳怎么办？不稳的话，就多练练就稳了，这就跟练平衡一样的。波士顿如果 BQ 不了，是不是成本很大？非常大，6万人民币起步吧，而且不一定能拿到。波士顿不 BQ 的话，真的是挺贵的。所以你们看到，如果你们认识那种花了钱去跑波士顿的大佬们，一定搞好关系，保持联系。波士顿是最贵的，之后就是伦敦可能得2万多，伦敦可能最便宜的就是柏林。我看没有什么人跑大阪的马拉松，要不然今天咱们就不聊大阪马拉松的赛道了，怎么样？YouTube 有，B 站有，那我们可以简单说说。家属说还是有，聊一聊，那就聊一聊。我调一下啊，先把我变小，把这个变大。ではコース紹介をいたしましょう。スタート。大阪府庁までを出発し、まずは北へ向かって走ります。今回実況は私朝越えでお送りいたします。
さあまずは最初の交差点が見えてまいります。最初の交差点となるのが京阪東口、こちらを右に曲がりまして東へと進みます。尴尬了。太陽が昇り日の光を受けて哦，找到了，找到了。柏林报名费加上其他服务也300多欧了，300多欧好便宜啊！国外的比赛，兄弟，美国那几场都300多刀，是不是？东京现在得2万多日元，2万多日元也1000多人民币呢，对吧？大阪这儿随便一场比赛，就长居那种小比赛，还好几千日元呢，好几百人民币呢。所以你看，像这边的广告，包括国外，不管是柏林啊还是哪儿也好，成绩证书上没有赞助商的广告呢，它这也是有原因的，不一样。跟大家聊聊大阪马拉松的赛道呗。官方出了一个视频，在之前图的基础上，它的起点在大阪城。国内报名费便宜，就是因为好多赞助商了。你们看这张图，我把我隐藏掉。那个黄色的五角星是起点，一路向北，然后绕下来，顺着那个，如果你们来过大阪的话，就是天神桥那个商店街边上那条马路，一直下来，过了河就去新斋桥了。到新斋桥那儿就是我今天早上跑的路线，一路向西，一路向西，一路向西到15公里、20公里。20公里这个地方是个立交桥，稍微的有一点小坡。然后一个特别长的折返，这个折返挺折磨人的，虽然路很平，就是它从10多公里之后全都是一条路对侧的折返，就是最难顶的10公里到20多公里，就是要成绩这一段，你就会老能看到马路对面的人，就跟东京一样，东京也是这样。然后之后30公里之后就是那个大坡。然后最后就一条路就去到了大阪城。回头我把这个视频的链接放到今天录播的下边吧，我们不多说这个了。我看很多小伙伴不来参赛的。大阪这边也有好多这种欧式的建筑，给大家看看这个坡吧，找找啊。のハルカスを見ながら五条宮北口の交差点、今回のコース最後となる折り返しを右折すると、ここで这就是今天我跑那个大坡，这个坡太厉害了。有小伙伴我看评论区说，就像国内的立交桥一样，我觉得吧，反正至少比北马的那是哪个桥啊？比那个要陡得多，真心的。那个坡就根本就跑不动，有几个180度的折返，你们可以看 Strava 我的那个图，我看能不能找到，我给大家在屏幕前看一下海拔图。哎，有，你们看这个海拔图看到了吗？这是今天早上这个，看那个大的那个高峰，几乎是垂直向上的，向上的。就像厦门改赛道之前那个演武大桥那个坡的坡度，跟这个坡的坡度比，基本上是不能比的。这个坡是我真的感觉到迈不开腿的一个坡，特别怕180度的折返，坡不是特别怕，是的，折返也很折磨人的，折返几乎就要停下。感冒了，嗓子疼，31号全马要不要保守些？如果只是嗓子疼的话，我觉得没关系。
请问 Watch 是什么 Watch？Apple Watch 吗？配 Stride 怎么省电？没法省电呀，该怎么跑怎么跑。去柏林旅游了没？有推荐线路没？旅游了呀，就是去柏林。我给您这么几个建议：第一个，在柏林当地有几个地方，第一个是二战的那个大屠杀纪念馆，那块心灵挺震撼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博物馆岛，如果您热爱各种的艺术、美术和历史的话，还有这个东部画廊，这3个地方。然后之后柏林就没什么可玩的了，整个德国就也没什么可玩的了。如果您能待的时间长，您可以直接从柏林去慕尼黑，很快就是10月份的啤酒节。如果您待的时间长啊，但是这一般不太现实。剩下的路线就是推荐从德国去奥地利玩一玩，您可以一路南下，然后奥地利完了去意大利，然后再回来。奥地利我觉得在我的心目中，不管是社会就是城市的景观呀，还有这个城市里的感觉呀，还是吃的呀，都比德国稍微好一些。您常说速度上限，每个人如何界定？每个人的速度其实都没有理论的上限，只是说我们经过了长年累月的努力，最后跑不了那么快了，就跑不了那么快了。真的没有界定，就是您就多跑强度。您发现您今年跑1公里是3分15，跑了1年，努力了1年，明年还是3分15，那基本上今生就3分15了。博哥，请问10月累计跑量180K， 11月200K， 这个月估计可能会跑到300K， 这样的跑量会增加太激烈吗？会。就如果您之前一直是100多公里的话，那确实会。但是如果您已经跑了3年多180公里了，那可能您早就已经具备300公里的能力了，就不会。要看您的体感的。意大利好吃好玩还便宜，是啊，我明年就去，明年会先去东欧，我比较喜欢像布达佩斯这种地方。第一次听说布达佩斯的时候，还是小时候看陈佩斯的小品。他其实就是这个名字就是布达佩斯的佩斯，但是小朋友们可能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了。然后那时候知道他是个东欧的国家。那时候我们小时候还看那个鼹鼠的故事，特别有意思。就对东欧的国家特别着迷，先去东欧转一圈，然后之后去意大利，然后从意大利直接去马耳他见我的朋友，数字游民在马耳他的朋友。博哥，新手长跑需要注意心脏方面还是膝盖？什么都不需要注意，您只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够坚持下来。大部分人的失败都是没有坚持下来，而不是失败在某一天心脏和膝盖出了问题。对，陈布达我知道的，对，就是因为这个我知道了布达佩斯，还有那时候还是捷克斯洛伐克呢，那时候还不是现在呢。哎呀，年龄真的大了，真的大了，感觉有点跟腱炎，怎么跑降低强度？新手福利期什么时候会过去？大约1年到1年半。女生22岁，平时6分配，间歇有什么建议吗？不建议您现在跑间歇。我的建议是，您可以，我不知道您6分配平时跑多长。我建议就是还是先从耐力入手。如果您能够连续跑16公里，不掉速，再考虑跑强度。您日常穿什么裤子跑步？就穿普通的压缩裤，现在就是轻功那条和菲比特那条厚的。发烧生病停跑1周，今天跑15公里很累啊，是啊，但是跑半周就好了。加名账号选国区好还是选国际区好还是大陆区好？其实我个人认为选国际区好，因为你好多东西同步，它有的只限制国际区，而国际区在国内用其实没有太大问题，这种服务也不太可能遭遇被出问题的可能性，是吧？个人建议啊。当然了，如果您对像 Strava 呀或者国外这些 Training Peaks 这些没有需求，您就月跑圈或者就什么的话，并且您没有外出参赛的需求，
您可能也没有外出公干或者旅行或者生活的这个可能性的话，那就国内去会方便一点吧。蔡京树是不是纯的囤积力量不足？我觉得是的，个人认为是的。您明年参加国内的比赛，目前没有确定的，因为我特别想参加明年的北京，并且跑一个9星，但是北京我没法直通，其他的没有确定的。可以给减肥一些建议吗？管住嘴。是否迈开腿不重要，一定要管住嘴。您怎么迈开腿，其实不管住嘴都没有用。冬训如果只跑有氧，可以每周休1天吗？如果只跑有氧，甚至可以都不用休。中午好，中午好。台北黑马的纪录片没找到，只有国内黑马的。我正好是反着，因为那个时候好像黑马在北京才开始有，比较早，好像是2017年的时候。Ultra 2距离不准怎么设置啊？用的是，我估计受到了弹幕长度的影响。但是我可以先回答您，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用它自己的，我就用 Stride。我用 Apple Watch 的话，就是 Stride 获得距离。身高190，还需要坚持180步频吗？您就这个，我觉得跑步这事儿啊，真的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大家真的别再纠结步频、步幅、跑姿哪儿着地，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了。我甚至还看过那种弧度言论，说哪脚落地的时候呼气不岔气儿。我说这都谁研究出来的？我就不太明白。真心的，真的，我原来大概2016年、15年的时候看过，说好像是说左脚落地的时候呼气不岔气儿。我不太懂，这是怎么想到的？这是人才，真的是人才。BQ 是不是要超过5分钟才有机会？看年龄组，差不多30到50这之间这一段，可能5分钟都不保险。现在。我不是，就是你总会被刷到一些东西嘛，对吧？我真的不太懂，真的不太懂。还有像说，就是大家各位都参赛，要参赛了或者已经参过赛了，我节目也老说，也别担心在赛道上的一些所谓的不文明行为。您吐口痰、擤个鼻涕、扔个纸、扔个能量胶合袋都没有问题，只要在比赛上您没有故意的去往别人身上扔，绝对没问题。您就算是比方说你擤了个鼻涕，不小心后边冲上了一个人，最多也就是误会一下人。要是我的话，我不会怪您的。就是比赛就是为了成绩，比赛一定是成绩第一，不管您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赛会也是希望您有好的成绩。对比赛最大的尊重就是努力拼搏一个好成绩，而不是所谓那些我要怎么样，真的不需要，真的不需要。训练的时候当然要维护一些道德和社会准则，比赛的时候真的不需要，好吗？还有2周，有信心是不是不用30K 自测了？还有2周不要测了，太短了。关注博哥好久了，今年首马313，人才，给您手动点赞。赤兔6 Pro 跑马应该也可以吧？我别说没穿过，我其实都没见过。我是个，哎呀，我不太了解这些东西。吴向东是不是也跑大阪？我是听说的，我跟他没有任何的私人关系和联系。AI 呢，也跟大家聊聊 AI 回复大家提问的是这样，就是哔哩哔哩不管是软件还是网页端处理评论，其实用的都不顺手。我有一个命令行工具，就是一条一条的回，然后有的时候呢，看到这一条呢，我可以摁一下按钮，让 AI 生成一个回复。我一看，哎，这生成的还挺有意思，我就给他回了。但是呢，为了避免大家误会，以为那是我说的，前面会有一个来自 AI，就是这样。以前是 OpenAI 的3.5 GPT 3.5的 API， 现在这2天换成了那个 Gemini，Gemini 好像比 OpenAI 能说一些。
进阶心率臂带和小坡豆哪个更需要？都需要，都需要，尤其是冬天。现在不是 AI 在主持，现在是我在主持。全马最后一周怎么弄？全马最后一周就减量啊，整体要减到平常的40%到50%，逐步往下减。OpenAI 最近算力不足了吧？都变笨了。变笨好像没有，但是有的时候会比较慢。那确实是因为那个对硬件要求太高了，它又不断的有新的人进来用。但是你说它为了省硬件改模型的话，我不这么认为。对，就是它跟人还是不一样的，它要么就是慢了，要不然就是比方说没回答完就死在那儿了。但是我觉得回答的质量应该和这个没有关系不大。个人认为啊，不一定对。不减量的话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成绩不好呗。博哥你好，跑步9个多月，长测32K 能跑到420的配速，哇，你人才啊！我想问，明年柏林有机会破3吗？有机会，非常有机会，肯定可以破。破3好像4分16就破了吧？你好，看了你上周5的视频后，东跑连的几个平时跑得快的小伙伴也抱怨我偶遇你是影响了你的训练，没有没有，老哥客气了，老哥真的没有，我平常就轻松跑。那天忘了问你，我现在完全是有氧跑训练，一周100到120公里。50多岁了，小伙伴们，老哥50多岁了，一周100到120公里，PB 321左右。你觉得需要增加间歇跑等刺激心肺吗？我觉得需要。你们看大河源先生，我跟您聊起过，他59岁，他每周有3次强度课，他的安排是这样的。周3早晨跟我们有一堂强度课，但是呢，这堂强度课他不全力以赴，他一般会按照4分的配速跑，不管是什么课表，因为可能他觉得年龄大了，又是早晨。周3的晚上，大阪城还有另外一个跑团有强度课训练，他那个就跑得很猛，基本上都是3分30到3分40之间的配速，不管是什么课表。然后呢，周六上午就是今天，他又去 Park Run 了5公里，今天他跑了第2名，18分多一点，比第1名差3秒。今天早晨他一周有3次的速度训练。背景那个是奖牌吗？是奖牌，是怎么放进去的？没怎么放进去啊，这不搁在这儿吗？不是做的特效，是真东西，兄弟。这个叫哈什么？那咋念？哦，胖君是那个面包那个胖，不是吧？我不知道啊，日文还是很落后。我现在只会说什么还压抑塔纳卡桑，这田中先生好快呀，夸夸人。上次推荐那个软膏，哎呦，还得麻烦家属，那个你特别好买。没跑过国外的马拉松，推荐先报哪个？东京、柏林，就这个，小伙伴，截个图可以。东京和柏林，东京近，没有时差，便宜，交通也便宜，然后文化背景很相似。柏林是最便宜的，柏林好像可能2、3千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名额。然后申根的签证也好办，主要是跑步左右鞋底磨损不一样怎么办？那没办法，就这样，正常。您可以，我想想啊，不一样的就没办法，那消防鞋就按照坏的那个办呗。东京报名的时候需要自己办 JCB 信用卡，那个 Visa 和 Mastercard 应该都行。我最早的时候是 Mastercard 的，去年的时候是 Visa，是 JCB。为什么好多人跑马会磨胸？非常不理解。这跟衣服有关系，就是如果这个衣服贴合的比较好，或者呢，就是你出汗特别多就没事儿。如果这衣服呢在这儿咣当着，那就是会磨的，就是会磨的。像具体的跑了2年，左胳膊抬起来酸疼，手背受限这种，我回答不了您。
腰突会对训练有影响吗？不会吧，就是腰椎间盘突出，每个人成年人坐办公室的肯定都有，只是轻重或者是不是在急性期，严重到不行的时候就真的要治疗了。那不光是对跑步有影响，对生活就有影响。祝您武汉马拉松中签儿，应该这么说，恭喜您武汉马拉松中签儿，提前是不是？博哥好，我会参加明年的大阪马拉松，预计周4到达大阪，周5或周6早上有机会在大阪城遇到你吗？有机会啊，但是应该都是很轻的那种短的跑。东跑连老哥发的，我快肌比例57左右，现在耐力练得多。我不知道您这个比例怎么算出来的，是实验室测出来的吗？7月到11月跑量都400多公里，了不起。速度耐力可以到402的配速跑17公里，430跑到34公里。可惜台北马太冷，我还真不知道今年台北马拉松的时候气温是多少，有知道的小伙伴吗？5公里就脚趾抽筋，30公里崩盘，最后3小时03完赛。那第一是比较遗憾，第二呢，我看了您的水平，4分02 17公里，4分30 34公里，那说明其实您在破3和不破3之间，这个成绩只能说，不能说非常不好，对您的能力来说，而是可能您的比赛体验不好，比方说先快后慢了。一般速度耐力得跑到，如果你跑17公里的话，想稳定破3的话，应该要跑在3分50左右的配速，甚至以内，可能可以稳一些。您是多大开始跑步的？您别客气啊，我是29岁开始跑步的，2014年，2014年是29岁，对，29岁生日刚过开始跑步的。充电视频那个是这样，兄弟，当时我就脑子一热，随便点了一个，那个您完全不用花钱的，就是我就每周拍一部，周5放，都是我吃饭做饭的。我觉得有些东西大家对饮食会有一些小的不自信，我就让大家看看我怎么吃而已。那个您不用破费，不用破费，我就是拿它练手的。因为我最近我特别着迷于画质和色彩，但是我又不是这专业的，我就特别去想学这个，仅此而已。今年台北马12度左右，12度左右是个好天气，我理解您了，您应该就是您看南方的小伙伴觉得12度就很冷了，但是其实全程马拉松来说，12度是个比较好的温度。跑步后体重明显下降了，但痛风发作更频繁。我没有痛风，我不太懂这个，小伙伴。您如果一定想看那个视频的话，可以去其他平台，那个要比这边价格低得多。现在如果我改的话，对已经冲过的小伙伴就会有影响，您见谅好吗？很抱歉，很抱歉。我也想过是不是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定个小规则，比方说，我不知道哔哩哔哩行不行，哔哩哔哩好像不能改，但是我可以再发一遍，就超过多长时间以后，我会再发一遍。博哥，但是南方的冷会伴随着风很大，真的吗？我觉得北京的时候每天都5、6级大风，就是在大阪确实感受到了南方的阴冷，但是我好像还好，毕竟从小冻惯了。就是世界知名的平台啊，我不太能说，兄弟。评价一下厦门马拉松，厦门马拉松挺好的。我第一次跑厦门马拉松是2016年，那时候还是老赛道，就是终点在五灯塔公园。厦门马拉松挺好的，环境挺好的，但是不容易出成绩，太热了，然后湿度太大。跑到最艰难的时候，心理上如何战胜自己呢？想想自己的每天的早起，每天的训练，风里雨里，那时候北京零下20多度的那种感觉，就这样。今天北京暖和一点点了，好啊。
对，北京那个冬天的风，如果您是没来过北方的小伙伴，您来了，您真的受不了早上起来那个风，那个太可怕了。那个就冷的感觉，你穿什么都没用。明天黄埔马拉松刚领完物资，祝您跑好成绩。看来只能期待明年北京马拉松的偶遇了啊！是的，我但愿能抽中名额吧。台北马天气可以，就是有一大段路都要逆风，要 PB 还是有难度。最后跑了241，PB 239，哇，大神啊！是啊，逆风的话是会有难度的。东京跑到台场那儿也那样。对，风大真的难顶。马拉松心里最难受的就是最后2公里，不会啊，马拉松心里最难受的应该是20到35公里，最后2公里应该开心啊，是不是？逆风和顺风跑完全是两个概念。对的，那时候在北京的时候特别逗，就是我那条路，要么一开始逆风，要么一开始顺风，就是但是到冬天的时候，一般都是一开始逆风，因为我一开始向西北跑，北京一般都是西北风，然后回家的时候顺风，还行。博格比赛一般步幅多少？可能得1米，我还真不知道，我看看啊，我看看。我还真不知道1.3米有吗？不一定，1.3米多一点吧，不好找数据了。加跑量有没有免疫力下降的情况？会有的，要保护好自己。我其实很幸运，我不通勤上班，所以我跟社会的接触不大，这也就是我不怎么生病的原因之一吧。如果您每天要挤地铁、挤公交，真的是挺难的。请问特步160X 3.0 Pro 适合步频还是步幅？都适合，这双鞋真的太牛了，我那双鞋都穿了快2000公里了，穿上还腾腾腾腾，特别带劲呢。这位小伙伴叫什么？新明东跑新大哥哦，我才知道您的名字，抱歉啊，因为我就知道您姓什么，那我不念您的名字了。快击和慢击比例和课表设置有关系吗？我是用公式推算的。我认为快击和慢击这个事情对普通人可能或者公式这个我是没有概念的，我是没有概念的。我承认是有这2种肌肉的划分的，只是我对您说的这个公式没有概念。我对马拉松的理解是训练要顺其自然，就是我们平常我们把人看作一个生物，怎么跑就怎么跑。比方我有的时候需要慢，我要长途跋涉的迁徙，要慢要持久；有的时候我要追一个猎物，我要快，这就是我们的本能。所以你看，现在马拉松训练也是这样。我对您的建议是，我觉得您年长了，您不需要1周1次强度课，我觉得您可以3周2次，先慢慢去适应。您既然有一个跑团，您的跑团的小伙伴应该也会有强度课的合练，您可以跟着一起练一练。您穿皮肤衣的时候，里面穿速干长袖吗？穿呀，那不能光着穿一皮肤衣，多难受啊！博哥想知道你的 MBTI 是什么？MBTI 这是什么意思呀？我搜一下，我都没听说过。MBTI 啊，人格测试啊，我说我好像老听这个词，我没测过。我是一个特别容易焦虑和抑郁的性格。5分贝能不能驾驭得了3.0 Pro？ 能啊，能。就是如果挤地铁、公交怎么了？就是如果您跑量特大，确实免疫力会比您不跑的时候下降。您要是就是挤地铁、公交这种大就是人密集的地方，您可能是会容易感冒一些。有次半马一只脚底麻了，博哥知道啥情况吗？那多半就是腰的问题，没事儿的。怎么提高步幅？这对我是个大课题啊，我解答不了您。
不过怎么平稳的度过验跑期呀？我先回答这个问题。这个 Oregon 当时多少钱？这帽子特便宜，原价买的，好像30刀吧，30刀。基普乔格参加2024东京马拉松有什么看法？没什么看法，没什么看法。我觉得对他来说，可能时差和气候是个挑战。验跑期这事儿跟大家伙聊聊。我很少有验跑期，很少有。就是我会这么想问题：你面对各种的焦虑和抑郁的时候，确实是会很难受。一上来那个劲儿，我理解的，就是什么说什么都没用。但是呢，你换一个思路去想，任何的焦虑和抑郁都是有一件事情或者几件事情，或者是某一个状态让你焦虑或者抑郁。那如果你不能解决让你焦虑或者抑郁的这个问题的话，那这个事情永远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会时不时的引爆在你状态不好的时候。那你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只能面对是不期而遇的厌跑情绪，或者厌学情绪，甚至是厌食情绪，或者说更严重的，这个没办法。有些时候这些事情是不能被解决的，可能很多是外因，外在的一些东西你改变不了。但是只要是我们能改变得了的，哪怕我能躲开它，我就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教会别人勇敢面对一个会让他焦虑和抑郁的问题，我认为是不现实的。因为所谓任何的勇敢面对，都是把勇敢展现出来，而把那些脆弱让自己忍住。你只要忍，就会焦虑，就会有厌跑，就会有厌学，就会有各种问题。您试试我的建议去解决这个问题，好吗？所谓的说每天晒晒太阳就能心情好，这些其实晒太阳不解决没钱、没工作，或者说有烦恼的事儿的问题呀，对吗？这丈之千秋喜乐，您这些问题我回答不了您。半马126，总跑量2000，首马目标315。近期才买160X 3.0 Pro，特别适合停产后不知道该买什么鞋，买5.0 Pro 啊，是不是？这代 Stride 跟上代除了能组成双 Stride 以外，有什么变化吗？有变化，这代距离更准了，基本上不校对也不会差太多。哦，背包啊，背包好像当时是100刀左右，可能不到100刀，也是官网买的。正在准备大阪首马，哇，2月23号去大阪追星不敢当啊，咱们就偶遇。23号，哦，对对，25号是马拉松嘛，对的对的。博哥早上好，坐标苏格兰啊，对对对，这边比那边差个8、9个小时，终于赶上直播了，感谢您。很冷吧？我听说苏格兰有那种就是炸的那种肥肉丸子，我还是有点好奇的。半马4分半配速，推荐什么鞋？什么鞋都可以了。跑量增加，前脚掌疼正常吗？正常啊，您只要跑量加的话，哪儿疼都正常。就是疼这事儿，既然它发生了，就肯定是正常的。它不正常就不会发生了嘛，对吧？你要是说当然您理解那不正常，可能是不是因为您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怎么样？不会的，大多数人都一样。他们连士力架都炸，但是抱歉的说，我其实一次士力架都没吃过，但是我能理解，因为冷的地方嘛。日本的马拉松抽签机制也跟国内差不多嘛，差不多，但是他们这边对本地人会有一些，或者不是本地人，就是在这儿的市民，就是居民，会有一些优待，就是有快速通道，就是可能增加中签的机会。像比方说今年的东京，对居民有一个提前抽签，但是那个几率也特别低，那几率只有1/30，而最后全员的抽签好像是1/10，但是你多一次机会而已。
或者就是这边您花那种会费，有那种挺贵的会费，有各种跑步协会的成员也有资格能拿到名额。像美国就是这样，美国有的那些跑步大的跑团，或者说您常年是哪个哪个组织的慈善捐赠者，这都能拿到名额。花生酱加巧克力加超级多糖的味道，其实我只吃花生酱，巧克力跟糖这个事儿，我不太爱吃巧克力。我从小时候我胖的时候我也不爱吃巧克力，我那时候胖就是因为吃的多，单纯因为吃的多。我27、8岁的时候，一个人能干一个当年肯德基的全家桶，加一个肯德基的那个麦辣鸡腿堡，就一个人一顿饭。那时候全家桶好像是挺多的呢，2、3块原味鸡，一堆鸡翅。我就是单纯能吃，我现在也特能吃，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就是活的，我现在最大的不开心就是顿顿都吃不饱，真的吃不饱。那时候吃饭要吃炸酱面的话，一顿1斤多面条，开玩一样，吃饺子，家里包的饺子，北方的大饺子，30、40个，而且我吃饺子还得吃菜呢，真心的。那老娘给做那个烧鸡翅，鸡翅根儿一盘得有12、13个，我一个人一盘鸡翅根儿，然后还有米饭，米饭这么大碗的米饭我能干2碗，上班以后了已经是，还有菜，我就是真的饭量大，我从小饭量都特别大。对呀，大小伙子都能吃。在医院照顾小孩，终于赶上一次博哥直播了，您别客气，您别客气，辛苦了。对，那时候买面条都散买嘛，那时候特便宜面条，好像是1.5块1斤，北京就粮店里就1斤1斤的吃。所以到现在我其实每顿都吃不饱，我现在也挺能吃的，如果让我敞开了吃的话。博兄，你赛前拔高不拔高？跑量和强度不？但是我听过一位，我们在大阪城遇到过一位，也是好像是台北来的一对夫妇，是老师，老哥年长我不少，他就跟我说，他赛前1个月会把跑量拉到特别高，有效果。但是我其实没有试的机会。刚跑完会没啥食欲？不会呀，没跑完就饿了。今天早上起来给我饿的，我上了地铁就也没带手机，主要上地铁还没得干，然后就赶紧想着回家吃饭，回家吃饭，回家吃饭。对，一天6、7千卡都可能是的，就其实正常，咱们说20、30岁的男性一天吃个6、7千卡，真的不难，我真的觉得不难。赛后会抡圆了搓一顿吗？会啊，我给你们讲讲我马拉松赛后怎么吃啊。这几次都是这样，去吃精酿，喝精酿，我爱喝精酿。精酿餐馆一般都是美式的，一个大汉堡，然后呢吃家属半份要是在这边的话就是咖喱饭或者蛋包饭，在北京的话吃别的，反正然后呢大份沙拉，然后还有肉。然后那个精酿至少是1500毫升起步，就那一顿饭，真的，这真心的，就是跑出好成绩的话，所以我能这么瘦，我真心我吃了大苦了。我认识那有的小伙伴就吃一口就饱了就够了，特瘦，我好羡慕啊，真的。我家属就老跟我说，你能这么瘦，真的是跟别人不一样。零下23度，乳酸阈值跑还建议吗？建议，但是热好深。一年减了60斤，每天只吃2顿，我不建议减少顿数，我建议减少量。但是我能理解您，如果吃3顿，可能吃的就太少了。我跟你们讲，那年北马取消那年，我备赛的时候怎么吃。做饭，比方说啊，今天咱们做了个，我举个例子，咱做个水煮牛肉。我这一顿晚饭啊，从那个牛肉那碗里夹出4片来，搁一盘子上。然后一般有时候烧一豆腐，因为豆腐管饱，热量又低。北豆腐
大概有麻将牌那么大块，我蒯出2块来，然后剩下的呢就只是青菜，没有主食，每天如此，就这个晚饭的量。午饭可能跟这差不多，就早饭训练完以后能吃到8分饱。我坚持了1个月，最后比赛取消了。就这么干，加上训练，那个时候最低把体重压到了106，再也下不去了。我找个那个时候的，我找个照片给你们看看，你们就知道了。我就不切这个画面了，因为上次切这个画面造成直播卡住，对吧？我直接在摄像头前给各位展示一下我自己，真的那时候挺可怕的。哎，对，有一个特有意思的照片给你们看看啊，这是小时候的我，那天我爹突然找出来发给我的。这是在天坛公园的，现在已经不让进了。这个天坛那坛里，恍如隔世。他们说我小时候就是个胖子，找找看啊。最瘦的时候，哎呀，最瘦的时候挺可怕的，我不知道能不能展示出来，因为是赤膊的，我把尽量吧。哎，算了，还是不展示了。完直播间给我封了咋办？手机没法打，就瘦的肚子上的血管每一根都能看见。我一次在天坛都没跑过天坛，比较远。时间过得好快啊！咱们还是到北京时间的2:45，多回回大家的弹幕。这帽子才是本体，我喜欢戴帽子。跑步3个月半马145，那您有天赋，明年有机会进130吗？有难度。Insta 360 Go 2画质还是不行，是这样的，Go 3画质在天光线不好的时候也不行，这个好难呀，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相机推荐。我106的时候体脂大概多少？我那个秤告诉我是11，就是这每个秤都不一样，您就家用秤冲出来那个不用管。不吃主食不会晕吗？不会晕，但是会不高兴，非常的不高兴，就特别的不高兴，不高兴到都不行了。佳明国际区在国内会有地图偏移，它是这样，它有几种地图的方案的选择，好像叫什么 Mapbox 那个不偏。对，不要信体脂秤那个，你换每个秤冲出来都不一样。341有余力，1月21号冲击330可能吗？可能。那时候肚子上那个血管，就每一根小血管都能看到，特别吓人。抑郁就是老不吃主食闹的，不是的，这是两回事儿。老不吃主食那个叫不高兴，那个你吃一顿主食就好了。抑郁的话，你吃多少顿主食都好不了。而不吃主食的那个不高兴，其实是理智中透着高兴的，就是我当时有目标，我要怎么样，就是这样。他就是这个焦虑、抑郁跟开不开心其实是两回事儿。对，您这么问，我觉得我很开心，因为您其实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焦虑，您是个幸运的人。1.63米，58公斤，如果是男性的话，跑马拉松有点沉。7月开始看您视频，北马 PP 328，感谢，别客气，感谢您自己，感谢您自己的付出。
半马140到130该怎么练？半马140到130就要练速度了，第一是要练速度，第二是要能不掉速全程冲下来。ASICS 有什么跑鞋推荐？配速4分左右，我其实已经不了解了。如果4分左右的配速，可以买任何一个品牌的旗舰款了，ASICS 也一样。博哥有练冲刺和冲坡吗？有练冲坡，我们跑团有这个课，但是到冬天练的少了。晚上饿的睡不着，焦虑，但起来一看轻了，高兴了。是的，您那就是单纯的饿的不高兴而已。赛前1个月自测高气温36公里没抽筋，比赛低气温抽筋了。这个人跟人适应不一样，我是比较适应低温的人。半马122到116大概要多久？116很多人一生都到不了，就是跑到116开头的话，真心的。122到117我用了1年。1米78 68公斤，还要再降一些。对的，我现在体重112，我要备赛的话，现在我也干不到106了，我争取干到108。冲坡对你步幅有影响有帮助吗？我不知道，会有一些帮助。我没有腹肌，只是隐约可以看见而已。心脏不好，不建议跑强度，真心的。有氧跑、慢跑锻炼身体，我建议。下学期学校3公里比赛，练几百米间歇合适？400米，或者是800米。跑马体脂率越低越好吗？也不一定。我觉得我最瘦那时候好像状态也一般。增肌和长跑可以同时进行吗？我认为可以，因为大家认为的跑步掉肌肉，其实掉的不是肌肉，掉的是水和肥肉。真心的，如果您真能跑到掉肌肉的程度，您已经是跑步中的高手了，您就可以游刃有余的去平衡这个问题，而不用再来问我了。我是这么认为的，个人建议。破3是不是平时训练最好比416配速更快？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儿。如果您还没破3，是的；如果已经破了3，不是的。对，腹肌是瘦出来的，说的太对了，腹肌是瘦出来的。平时都长距离，全马315，半马能130吗？有难度。会去看箱根，我们1月1号上午出发去东京，在东京可能见见朋友玩一玩，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8点箱根起跑的时候，我们会在起点，之后可能会去大手厅吧，然后就在东京不去箱根，就在东京待到第二天，等他们回来冲刺，然后冲刺是3号对吧？然后4号我们回大阪。不能直播，只能在另外的平台直播，国内的平台不能播国外的户外。虽然说我可以开播，但是他说不能，我是个循规蹈矩的人。抱歉了，您可以去别的平台，就像今年的大阪马拉松一样，直播不了，有版权。不是的，我是就现场，我在现场，我举个手机直播还能怎么着？最多就是可能不能拍到小朋友，然后你要是拍到成年人，人家要追溯你，在这边是可以的，所以还是我要尽量的小心。会有录播，对，会有录播，我肯定会拍一拍。还有6分钟，这肯定是要见胡老师的。无锡马拉松会报名吗？不会，我没有我时间不合适，我回不去。5公里自测17分50，破3要怎么练呢？那多跑长距离呗，把耐力搞上去，破3稳稳的破3呀。刚加班回来，从来没赶上过，您辛苦了。会有录播的，大概未来的2、3天。如果今天这个节奏的话，可能就是我的下一个休息日发，家属还要弄字幕，而且有时候直播胡说八道的，我会剪一剪。无锡看官网啊，您官网会有那个公告的。博哥好，你好，
莫上桑叟，哈哈，对吧？实业团一传水平高吗？高吧？他们这儿大学生全马跑进206的都有一些了，还是可以。这边他们练的真的好，真的狠，真的狠。无锡28号开始报名，有小伙伴回答您了。那这种抽签的报名不是先到先得了，不着急啊，写错了。27号，53岁老哥3小时22跑进315、310如何练？到您这个年龄，确实是速度耐力有余，速度不足了，多练速度吧。但是注意别受伤，练速度就意味着大强度，大强度可能就有大的受伤风险。而到了这个年纪，受伤好的又慢，确实它是一个可能算是一个恶性循环。但是没办法，每个人都要面对，我们逃脱不了时间的这个事情。您问我体重多少，身高多少，体重合适，这我真的没法回答您。我可以这么跟您说，我1.69米，我认为对我来说，亚洲人比较合适的全马的体重在110斤以内。如果是欧洲人或者非洲人，比方说吉普乔格也是1.70米，那就是大概是114斤左右，就差5斤。核心训练我没有固定的安排。6、7度半马可以穿背心短裤吗？可以呀。去年北马只有5度。哈哈，不会的，你觉得我太瘦了，我还觉得我太胖了，得看干什么。我这样呢，你要是说拿一个标准男性的身材去评判，我可能是有点瘦，但是我目标是马拉松啊，2小时40这个事儿，今年去看香根吗？去啊去啊，刚才回答各位了，去，我会看起点和终点，所以有趣的小伙伴可以偶遇。终于赶上直播了，但是不巧啊，还有3分钟我要下播了。请问减肥适合每天多少公里多少配速？您千万别叫老师。减肥没有公里和配速这一说，减肥就是热量差，消耗的比吃的少就行，消耗的比吃的多就行了。跑前美式和拿铁对肠胃有区别吗？不要喝拿铁啊！跑前一定不要吃豆类、奶制品还有肉，就是比赛之前一定不要，一定不要，一定不要。第1名是不要吃豆类，第2名是不要吃奶，第3名呢最好连鸡蛋都不要吃，第4名呢别吃高纤维的东西，比方说白薯这种，还有玉米、西兰花。您要是马拉松比赛那天的早餐，最保险的白面馒头、白面米饭或者是白吐司，然后最好配果酱，最多是花生酱，最好别吃巧克力酱，别吃油大的东西，别吃黄油就完事儿了，特别简单。黑书定了哪里呀？什么定了哪里？啊？哦，我说的是比赛前啊，平常训练前无所谓的，爱吃什么吃什么。酒店呀，不计家属定了，我都不知道。我跟你们说，家属为我的马拉松事业奉献了很多呀，好些时候到了我都不知道行程呢。方便面最好不要，有点太油了，不要吃太咸。还有1分钟啊，还有1分钟。上周航马之后，感觉自己跑丢魂了，生活没热情，过2天就好。薯条不可以。圣诞节怎么过？就明天晚上嘛，平安夜嘛，做饭呀。明天晚上做西餐吃，就仅此而已。我最后一次真正一堆人庆祝圣诞节，已经是大学时候的事儿了。那时候流行嘛，去 KTV 哪儿都排队，特带劲。好吧，那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聊，本来想跟大家认真聊聊大阪马拉松的赛道的，但是我看去的小伙伴不多，就咱们还是聊评论。以后每周都是这个节奏，我会找一个大概的主题，比方说今天的主题可能就是吃，聊到这儿了，好吗？然后
我要去做饭了，这边已经3:45了，早饭吃的也早。给减肥的小伙伴一个建议，就是早饭可以早点吃，然后运动的小伙伴也是，尤其是早上起来早起晨跑的小伙伴，可以早点吃早饭，如果有条件的话，好吗？那最后还是感谢各位，感谢各位，祝大家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我之所以说努力生活，我觉得努力生活是一切的开始，是吧？我们开始就有结果，好吗？直播的事儿就是不出意外都是周6的这个时间。明天有比赛的小伙伴都好运，要来大阪旅行的偶遇，您别跟我客气，提前联系，好吗？感谢各位各种的什么小花花一类的，我不一个一个念了，好吗？然后明天我的轻松跑，咱们明儿见。明天跟大家聊聊赛前，聊聊我今天的这个赛道的测试的感受。今天实在太累了，没来得及说。那这么着，过了1分钟，大家拜拜。